有10位曾经万众瞩目的中国顶级巨富突破法律底线，从身家千亿的商界帝王沦为阶下囚。本期虎先生奇谈为您逐一盘点。第10位，杨斌，38岁登顶中国第2富豪，2年后锒铛入狱。杨斌是90年代末最富传奇色彩的跨境商人，少年家境贫寒，靠奶奶摆摊糊口，成年后远赴荷兰经商，依靠花卉、农业贸易积累第1桶金。38岁那年，他手握欧亚集团，旗下拥有10余家上市公司，万亩农业产业园，75亿身家登上富豪榜全国第2名，距离首富仅有1步之遥。最风光时，他拿下朝鲜新一州特区独家开发权，一度被外界称作特区特首。跨国政商资源加持，事业看似一片坦途。急速膨胀的财富与地位彻底冲垮了他的底线。为快速扩张资产规模，杨斌虚构土地开发项目，伪造财务报表，通过金融诈骗、虚假出资、非法转让土地等6项罪名大肆敛财。光鲜的跨国开发蓝图从头到尾都是包装出来的资本骗局，大量投资者、银行资金被套牢。2003年，法院一审判处杨斌有期徒刑18年，全部资产查封没收。仅仅2年时间，从风光无限的跨国富豪变成阶下囚，一场转瞬即逝的财富幻梦，最终换来漫长牢狱生涯。第9位，陈峰，万亿航空帝国缔造者，2审获刑12年。提起海航，所有人都不会陌生，陈峰便是这家万亿航空产业集团的创始人。上世纪90年代，他抓住民航市场化机遇，从零搭建航空平台，数十年间疯狂并购扩张，业务横跨客运航空、机场、地产、金融、海外酒店。巅峰时期，海航集团资产规模突破1万亿，员工43万人，布局遍布全球，成为横跨海陆空的巨型商业帝国。急速扩张的背后是无序举债、违规占用企业资金、骗取银行贷款。为支撑无休止的海外并购，陈峰长期依靠高息融资维持现金流，私下转移上市公司资金，违规挪用数十亿元资金用于个人支配。庞大的债务雪球越滚越大，资金链彻底断裂后，海航全面破产重整，数十万债权人血本无归。2025年，陈峰2审落定，因职务侵占、骗取贷款等多项罪名获刑12年，4000万个人财产全部没收。曾经手握万亿产业的航空巨头，最终亲手摧毁自己打拼半生的商业版图。第8名，蓝士力，湖北首富，中国民营航空第1人，2度身陷囹圄。他是商界最狂的枭雄，也是命运最跌宕的悲情富豪蓝士力。作为东兴集团、东兴航空创始人，蓝士力是中国最早一批民营航空开拓者，曾经的湖北首富。当年的他意气风发，锋芒毕露，打破国企垄断，硬生生杀出一条民营航空之路。巅峰时期，手握9架客机、几十条黄金航线，覆盖全国各大枢纽。东兴航空一度被视为中国民营航空的未来之光。谁也想不到，他会成为中国民航史上第1家破产民营航司的缔造者，更是2度跌落深渊，半生颠沛流离的争议巨富。蓝士力性格张扬，极度敢赌、敢闯敢拼，却也极度激进、扩张无度。为快速做大航空版图，他疯狂借贷、高杠杆铺规模，资金链始终紧绷。2009年，东兴航空航线被紧急叫停，企业瞬间停摆，巨额债务彻底暴雷，最终宣告破产清算，一代民营航空神话轰然落幕。2010年，蓝士力因逃避追缴欠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，从风光无限的湖北首富一夜沦为阶下囚。本以为牢狱之灾已是终点，没想到他的人生劫难才刚刚开始。出狱后的蓝士力不甘沉寂，再次创业翻盘，却再度卷入合同纠纷。2016年被刑拘，随后逃亡新加坡，被国际刑警列为红色通缉人员，流亡3年，颠沛海外，最终被引渡回国，前后被限制人身自由长达902天。半生巅峰，2次入狱，1次红通流亡。他有最顶级的商业魄力，却始终控制不住激进的野心，赌上全部身家追逐速度，最终被自己的疯狂反噬。半生辉煌，半生牢狱，蓝士力的起落就是中国早期民营企业家最真实的缩影。第7位，李河君，3个月临时首富，1000亿市值瞬间蒸发。2015年，李河君以1600亿身家登顶胡润中国首富，仅仅3个月，他的财富神话彻底崩塌。大学毕业仅借款5万元创业，他先深耕水电行业，拿下多座大型水电站，
随后押注薄膜太阳能赛道，打造汉能集团。旗下上市公司汉能薄膜发电一度成为全球光伏龙头。上市初期股价暴涨，纸面财富碾压马云、王健林，成为当年最出人意料的新晋首富。繁华表象之下，藏着系统性财务造假与市场操纵。上市公司长期依靠关联交易美化营收，虚构订单抬高股价，吸引散户大举入场。2015年港股市场，汉能薄膜股价20分钟暴跌 90%， 千亿市值瞬间蒸发，公司直接停牌退市。后续监管调查证实，李河君操纵证券市场，财务造假证据确凿，集团资金链全面断裂，各地项目停工，员工大规模欠薪。2022年，李河君被警方带走立案调查。曾经风光无限的新能源首富，企业破产清算，100亿身家化为泡影。第6位，张晋，世界500强企业实控人，终审被判无期徒刑。张晋一手打造的雪松控股，连续多年上榜世界500强，巅峰时期身家428亿，坐稳广州首富席位，业务覆盖供应链、地产、金融、文旅多元板块。他常年对外输出企业管理、供应链金融理论，频繁出席财经论坛，是商界公认的青年企业家标杆。光鲜的企业外壳之下，雪松控股依靠非法集资维系扩张。公司面向普通民众推出高息理财项目，以年化 10% 以上高额回报，吸引上万普通百姓投入养老积蓄，累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百亿。大量资金并未投入实业经营，而是被张晋用于并购、挥霍、填补债务窟窿。资金链断裂后，理财产品全面暴雷，数千家庭毕生积蓄无法兑付。法院审理认定其构成集资诈骗罪，情节特别严重。2026年终审判决张晋无期徒刑，名下全部个人财产没收，企业全面破产清算。第5位，牟其中，改革开放初代传奇商人，入狱16年。牟其中是改革开放最早一批出圈的民营企业家，也是初代顶级富豪。当年罐头换飞机的商业操作轰动全国，用国内轻工业罐头换回俄制民航客机，零成本撬动上亿资产，成为一代人心中的商业奇才。巅峰时期，他坐拥数十家实业公司，横跨贸易、地产、基建，手握数十亿资产，是90年代无人不知的商界大佬。急于快速放大财富规模，牟其中触碰金融红线，利用虚假信用证骗取银行巨额资金，扰乱国家外汇金融秩序。2000年，法院作出判决，牟其中信用证诈骗罪名成立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后减刑至16年。2016年76岁出狱时，当年的商业帝国早已分崩离析，名下资产全部处置抵债，半生奋斗换来一场牢狱之灾，空留一段充满争议的创业往事。第4位，顾雏君，家电产业整合大佬，资本运作跌落深渊。顾雏君依靠制冷技术起家，打造格林科尔集团。2000年后开启疯狂并购之路，先后收购科隆电器、美菱电器、亚星客车、襄阳轴承，一口气整合国内多家老牌上市家电企业，横跨家电、汽车2大实体产业，一度被视作国产实业振兴代表，常年稳居富豪榜前列。在国退民进的时代浪潮里，顾雏君利用资本运作低价收购国有资产，通过伪造财务报表、挪用上市公司资金、虚假注册公司等方式掏空企业，大量国有资产流失，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严重受损。2008年案件宣判，顾雏君多项经济罪名成立，判处有期徒刑10年。服刑结束后，他虽持续申诉，但当年整合的家电产业版图彻底瓦解，科隆、美菱等老牌企业纷纷易主，实业资本传奇彻底落幕。第3位，黄光裕，3度登顶中国首富，零售帝王身陷囹圄。黄光裕是草根逆袭最典型的代表，16岁辍学外出谋生，和兄长在北京开出第一家国美家电小店，凭借薄利多销、全渠道开店模式，短短10余年，在全国布局4000余家门店，垄断国内家电零售市场。2004、2005、2008年3度拿下中国首富，430亿身家，是无数创业者的偶像。财富与权力不断膨胀，让黄光裕无视市场规则，他借用70余个他人隐秘账户，利用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内幕信息操纵股价，非法获利超3亿元，无数散户因虚假行情巨亏。同时多年持续向公职人员大额行贿，换取项目审批、市场监管便利，违规跨境转移8亿，外汇规避国家管控。2010年终审判决
黄光裕非法经营、内幕交易、单位行贿数罪并罚，有期徒刑14年，罚金6亿元，没收个人财产2亿元。2020年假释出狱后，电商时代早已来临，国美失去市场竞争力，门店大面积倒闭，企业持续巨亏，3度首富终究守不住自己一手打造的零售帝国。第二位，周正义，上海顶级地产富豪，2次入狱，半生牢笼。周正义早年依靠餐饮地产发家，2000年前后登顶上海首富，坐拥高端写字楼、滨江豪宅、多家上市公司，社交圈横跨政商两界，行事高调奢华，常年霸占财经版面头条。他依靠地产开发快速积累100亿财富，一度成为长三角民营资本代表人物。为扩张商业版图，周正义长期行贿公职人员，打通土地审批、金融贷款渠道，同时操纵证券市场，虚假出资，挪用上市公司资金。2003年首次入狱，服刑结束后并未收敛，再次触碰金融犯罪红线，叠加巨额行贿案件，2次被判重刑，前后10余年牢狱生涯，名下地产项目陆续被拍卖抵债。曾经风光无限的沪上富豪，终身深陷法律惩戒，财富、人脉、名望全部清零。第一位，许家印，2017年全国首富，万亿房企帝国崩塌。2017年，许家印以2900亿身家登顶中国首富，恒大集团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房地产企业，布局住宅、文旅、新能源汽车、足球、矿泉水数十个赛道，全国数百个楼盘，员工数十万，是家喻户晓的商业巨头。极致高杠杆扩张，无节制多元化布局，叠加多项严重违法犯罪，彻底摧毁万亿房企。多年间，恒大违规向普通民众推出理财项目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，财务造假、欺诈发行债券，向市场隐瞒巨额债务，利用职务便利侵占上市公司数百亿资金，大规模向境外转移家族资产，累计分红超900亿，流入海外离岸信托。集团总负债突破2.4万亿，数百万业主楼盘烂尾，理财投资者血本无归，上下游供应商、建筑企业全面破产。2026年一审开庭，检方指控8项重大罪名，许家印当庭认罪。曾经的万亿首富，如今面临严厉刑事处罚，庞大商业帝国彻底化为废墟。以上10位巨富横跨地产、零售、新能源、航空、金融、实体制造各大行业，每一位都曾站在财富金字塔顶端，手握普通人难以想象的资源与机遇。他们起点各不相同，有人白手起家，有人手握技术，有人踩中时代风口，本该依托实业稳步发展，回馈市场与社会，却无一例外倒在同一个陷阱，无限膨胀的贪欲，对法律底线的漠视。纵观10人的陨落轨迹，能总结出3大共性问题。第一，疯狂高杠杆扩张，依靠借贷融资堆砌虚假规模，不重视现金流与企业风险，行业周期下行后瞬间资金链断裂。第二，无视资本市场规则，财务造假，操纵股价，挪用上市公司资金，收割普通投资者。第三，触碰行贿、非法集资、金融诈骗等刑事红线，为快速牟利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，最终被司法全面清算。很多人说富豪榜是杀猪榜，但榜单本身从不会摧毁任何人，真正推他们坠入深渊的是失去约束的欲望。财富本身没有对错，千亿资产既能用来带动产业、创造就业、投身公益，也能让人迷失本心、无视规则、践踏底线。市场经济给了普通人公平创业、积累财富的机会，但无论企业规模多大、身家多高，法律底线永远不容突破。